日本曾经在全世界侵犯了中华人50年，但最不可思议的是，那个老蔡奶奶跟那帮老不死的党还不知羞耻，把所有的台湾华人，所谓的华人，陪他们一起哀悼那个死掉的日本安倍，真是不要脸！他死了关台湾什么屁事啊？在7月11日，为了表达对安倍追悼及感恩，那个蔡大妈政府竟然能把所有的政府关机，还有所有的学校，公立学校需要降半旗。他真的是大妈一个。安倍是什么鬼啊？他可是日本人啊，他的祖先是侵犯中华人的日本鬼啊！一个日本李登辉死了，必须为他哀悼就够了。可现在轮到安倍，还把他那张鬼脸照片放了那么大，好像当他是台湾国父一样看待。这可说是成了世界最讽刺的笑话了。有什么国家会那么奸到这样到骨子里的啊？台湾大概有50年为日本做牛做马做鸡了，现在还要人民为那个日本鬼鞠躬，舔屁眼舔到爽不滋味了，是不是？这样的做法出卖祖宗无所谓，但这可是影响全中国人，包括所有世界不同的地方生活的华人的尊严呐，是一种侮辱，你知不知道？全世界会怎么看我们华人呐？犯贱到这种地步，认贼作父，背叛祖宗，华人和中国人尊严就这样被那个老奶奶、老大妈还有他的党给毁了。台湾民进党 DPP 大部分的党员都是1945年留守日本士兵的子孙，所以才会搞成台湾这样乱七八糟，舔日反中。要是台湾有一天能独立起来，一边一国的话，你们说台湾人的日子会比现在更好过吗？我们只会看到更多日本人进来台湾，男的就缠着我们的女人，女的就会把我们男人当是他们的性奴隶来玩。全台湾华人继续为日本做牛做马做鸡做鸭，天天看到那些日本人需要跟我们鞠躬，阿里嘎多嗨嗨嗨，鞠躬鞠躬鞠躬。不过幸好目前日本还不敢对台湾怎么样，因为还有中国老大在看守。要是真的有一天台湾跟中国完全一刀两断，台湾人就会当日本人的擦屁股啦！日本最终目标是要把台湾列入日本帝国，这也是他们为他们的祖先的承诺。在1875年中国败在日本后，日本就夺取了属于中国的琉球岛。3年后，他不顾中国的抗议，将琉球岛并入日本帝国，并将改名为冲绳 Okinawa。之后在1895年，日本从中国手中夺走了台湾，然后钓鱼岛也把那个岛改成 Senkaku， 所有属于中国的东西包括澎湖改到乱七八糟了。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，日本就把所有的东西还有所有的岛归还给中国。根据1954年金山合约，联合国组织48个成员正式批准和签署了这些所有的岛已归还中国。不过那个蒋介石不知道他是不是英文没学好，或者被翻译者还是美国人骗，却忽略了2个重要的方面。合约中没提到钓鱼岛，也没提到琉球归还给中国，也没说到全部的日本士兵遣返回日本。就是这样，台湾才会有一个天天用日语穿着日本睡衣看日本3级片的李登辉出现，背叛华人去搞台独。据说那时候有300万的士兵留在台湾，在台湾成为了中国公民，把他们的日本名字改成中文也是。说难听点，台湾窝藏了一堆日本罪犯和间谍，而造成了一群舔日本屁眼的后人了。听说其中之一是一位有名专门为民进党主持节目，也是现在正在宣传支持哀悼安倍的郑弘仪。郑弘仪的父亲就是日本人，有大和民族血统，属于日本近时代上一名政客全养义的远房同族子孙。郑弘仪的父亲不但是日本海军士兵，曾在中国大陆参与侵华战争，曾在江浙一带打仗，因此也在南京大屠杀中立下大功，还被日本天皇表扬。所以那个郑弘仪留在台湾不是一种造孽行为吗？现在大约有400万日本人后人，包括郑弘仪居住在台湾，而他们仍然对日本忠诚。台湾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小岛而已，属于日本的小岛。
那个经商合约是美国故意骗中国的，故意将琉球排除在条约之外，因为他打算作为取经士之地，所以因为这样，我们看到了很多美国人在那里和很多日本妞一起大吃大喝大睡，那些都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勾结的邪恶计划和目的，再次将台湾与日本帝国结合起来。美国也能利用台湾继续压制中国与其他亚洲的国家。所以你们认为台湾民进党真的是为台湾人所谓的华人台独吗？很明显就是台独之后，日本就能控制台湾，美国也顺便轻易继续做他们世界的大老大。现在台湾教育已经拒绝对学生了解日本怎么入侵台的历史了，所以现在有很多台湾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天天被西方或者日本教育洗到脑子歪歪了。最可悲的是，那些学生长大后，他们不会用英语，也不会用日语，中文简体字也不会。天天用台语来沟通，大部分的台湾人只能困在台湾生活，也不知道跟民进党一起喊叫台独反中是为了什么原因。听到小粉红这3个字就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敏感，心里不舒服。日本、美国就是要这样对待台湾，才能容易下手压制中国，还有控制其他华人存在的地方。所以你们说台湾能让任何日本 DNA 的人担任官方职务，例如那个郑弘仪、赖清德、陈菊等等的，可能那个老蔡的真正的父亲也是日本人也说不定啊。他们那些人应该返回日本才对呀。留下你们评论，记得订阅分享，拜。